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儿啊，我来聊一聊。今天上午啊，有一个89年的男生啊，来我们这儿呢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儿啊。正好呢，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也在这儿。这个姑娘呢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啊，就那个声音啊，分贝特别高，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啊，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上班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用？你自己喝西北风，你还想带上我呀？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你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门儿都不会有的。还有啊，你们家那个房子才60-70平，让你加个名字，给我点安全感，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没有能力结婚，就别做白日梦了，以后啊，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他挂完电话之后啊，那个89年的男生啊正在旁边填写信息。这个女生呢就偷偷的凑过去啊看了一眼，转过头就跟我说啊：“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啊，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啊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185的个子啊，美国海归硕士，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男孩呢自己年收入60多万。然后啊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了啊，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男生说啊：“我想找个95后，身高呢1.68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本地人，硕士学历，长相漂亮点的。我结婚是不讲究彩礼什么的，如果女方那边要提彩礼的话就免谈了。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但是啊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所以我也不可能给我的老婆加名字，最好她自己呢也有房子。”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啊，一脸的尴尬啊，因为她没有一条是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她居然就厚着脸皮啊上去要这个男生的微信。男生说：“就别加了吧啊，我呢对你这种普信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你倒贴给我，我都不会要。”你们看看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姑娘啊被狠狠的打脸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家境各个方面你都很满意的时候，这个人他100%是看不上你的，你信吗？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
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他的。我估计啊，他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他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在婚恋市场啊，女生的高学历高收入真的不一定是优势啊，年轻貌美高颜值才是绝对优势。你不信可以来试试啊。今天上午啊，我们给一个88年的女士匹配到一个82年的男士，这位男士啊果断拒绝了他。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男士，我说你看这个女生对于你的年龄来讲的话还是算年轻的，而且她的学历还挺高啊，硕士毕业的。男士说，那我找老婆并不想找个学历特别高的呀，跟我差不多本科就行了啊，比我低了也行啊，我不太在意这个事儿的。我说那你看人家也有房子有车，收入也有40多万了，跟你的条件是很匹配啊，你们可以少奋斗好多年了呀。男士说，他的房子车子包括他的钱都不可能给我用的，如果结婚了还不是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用我的钱吗？他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我的东西要跟他一起共享的。女人给男人花钱那不就叫倒贴了吗？男人给女人花钱那不就叫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所以啊，他的房子车子和票子跟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不会看这些东西的。再说了，他这个岁数啊，大龄产妇了，生孩子都困难，绝对不考虑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他说啊，我还是希望对方啊是90后吧，当然呢年纪越小越好啊，我不拒绝啊，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本科学历就行了，如果长得好看呀，那大专学历我也可以。然后呢，我就试着给他推荐了几个90后的女孩，他呀挑中了一个95年的女孩啊，长相漂亮，甜美可爱，本科学历。于是呢，我就拨通了这个姑娘的电话啊，跟这个女孩沟通了一下这个男士的基本情况。那这个95年的女孩呢，一口就拒绝了他，说不合适啊。那我就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合适啊？女孩说啊，她都40岁了啊，一年才挣50万，在北京只有一套房子，开个普通的车，长得也不精神啊，还有啤酒肚那么油腻，就这样的条件我身边都不知道有多少呢，一抓一大把的。找这样的我还需要介绍吗？我前几任男朋友都很优秀的啊，不是创一代就是富二代，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想想啊，可不就是嘛，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学历也不差，怎么能看上你一个40多岁的男人呢？除非啊你贼有钱啊，他可能会考虑一下。如果没有这点优势，那他找你图你啥呀？总不能图你丑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吧？是不是脑子撞坏了呀？于是呢，我就问小姑娘啊，我说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人家说我想找个35岁以下的啊，年薪100万以上，在北京啊有2套住房以上的男士，最好学历比我高，长相呢喜欢高高瘦瘦的那种，最好呢情商高，聪明善良的，或者年纪大一些，成功人士也可以啊。咱们来看看啊，你看绕来绕去啊，都是配不上的人。你们说说，现在的单身能不多吗？哎呀，最近啊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啊，来给我添堵啊。39岁了啊，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啊，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啊，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得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啊，真的是要气死人啊。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啊，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
你们说是不是无语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啊，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啊，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呀，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啊，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儿。还有啊，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啊，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他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啊，他还问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我当时听了这话啊，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啊，道德很沦丧啊，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啊，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10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啊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啊居然点赞几10万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啊，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啊。那些30、40岁的女人啊也跟着起哄啊，懊悔啊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啊毁三观。这满屏啊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啊，这些丑恶的灵魂怎么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啊，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了。这些丑恶的嘴脸啊，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啊，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啊，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的这些渣男啊，跟这些渣女啊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捞二货的人啊，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啊、攻心计啊，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啊，几10万的点赞啊，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啊，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1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3，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
幻觉4，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现在啊，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啊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啊，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啊，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呢，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又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啊？她们说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啊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啊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他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最近有个事儿啊，我跟大家念叨念叨，在相亲的时候啊，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你就先别喷了啊，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啊，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就半年前啊，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啊，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啊，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所以两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两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孩啊要不就先多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啊，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那女孩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你会选哪位？有些事儿不讲理，我真的看不下去。最近有个88年的女生，你们想想，35岁了还面临男朋友分手的危机急得没办法来找我说这个事儿声泪俱下呀。刚开始我真的以为她是可怜的一方，可是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因为后来我也找男士了解了一下情况你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是谁没道理。事情是这样的，上周他俩去见男方父母，这个女生呢正好嘛，老家那边姥姥住院，别人送了很多补品，他们家呢就顺便的寄过来了，算是给男方家长的见面礼。男士其实没说啥，但是男士的父母看到这个礼物袋子里有一张医院的结算小票，心情很不爽。但是两个老人非常给面没声张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这不见完他们男方家长了吗？现在打算去见见女方家长，结果女生说，给我们家买东西得问问父母要什么再买。于是呢，这个女生的妈妈就可没可气说要一套高档化妆品，价值不能低于3000刀。父亲呢喜欢名家字画，那你们想想，名家字画是什么概念都是一些上万的东西了。这一通操作男方这边真的下头了。自己家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就没有见过这样理直气壮要东西的。当时给自己家里见面礼就没问问父母要什么，敷衍一下就过了。到他这儿就得问问他的父母要什么，按照要求送礼物。这是不是太不公平？女生家里说彩礼大概是20万左右，于是这个男士就问这个女生说那你们家准备了多少嫁妆呢？女生一下子被问懵住了说还需要嫁妆吗？我们家没有做这个事儿你们来看看前面我都不说了我们就说彩礼这一项。现在的女生嫁人张嘴就要彩礼，我先拜托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准备好嫁妆？你们到底懂不懂老规矩嫁妆和彩礼那是差不多的那应该是对等的东西，明白吗？不是几床被子2个脸盆你就能换几10万彩礼的，它是2个大家庭对于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扶持。不要说彩礼就是看男生的态度没错，那嫁妆是不是也看你的态度彩礼和嫁妆呢，它不是一个家庭去扶贫另一个家庭的。咱能不能别再打着风俗的幌子让男方一味的付出？那些想通过婚姻空手套白狼的想通过彩礼疯狂敛财的女孩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婚姻那是2个人互相扶持，共同付出。但是我看你们天天这个算盘打的真是震天下，谁都不傻的，是不是这样？你们看现在的单身男女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男生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1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
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啊，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见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就想那事儿，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儿，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今天这个事吧也真是够让我毁三观的。有个二婚女36岁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也带个孩子12岁。你说吧，这两个人不管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都挺般配的，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那两个人相处了3个多月不行了，今天这女的就来找我说了一堆男的的不是，就你们来评评理吧，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女的说，我当时呢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还蛮合适的，就想处一处试试看。但是这个男的就很不积极的样子，从来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呢约他出来逛一逛，他很少说话也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次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买。女的就觉得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是这么个成年人了，你连个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你都不会吗？这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觉得可以白嫖试一试？是不是就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二婚我就是要图钱。那如果连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难道结婚以后会有吗？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如果觉得这份感情根本就不需要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那是一定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会琢磨着你喜欢什么东西，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虽然说谈钱很现实，但是这也很真实啊。一个连钱都不舍得为你花的人，怎么会舍得爱你呢？可能钱才是他的命，那他就跟他的钱过去吧。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牢骚之后我当着他的面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情况。男士说他经历了2段婚姻，真的被骗怕了，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马上接过来就骂上了，她冲着电话里就说，我呸，抠门就是抠门，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如果连买个水果都是要花钱的话，那别人要是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觉得人都是骗子呀？你就是骨子里就是自私，与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你什么玩意儿难怪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就没说话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说一说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